我是调酒师，而且是全城最棒的调酒师。我不要说全台湾啦，因为全台湾有点假。我妈生我的时候在香港生，然后一生完就带来台北。后来我妈为了逃离我爸，她只能跑去调通区的酒店。后来我妈做得很好，然后就慢慢做起来，后来就变成妈妈桑。我国小、国中那段时间，我都是在酒店长大。后来有一天我就想通啦，我就跟我妈说，好像16、17岁吧，我跟我妈说我想好我要做什么了。我妈说那你想要做什么？我说我想要当黑道。什么？那时候男朋友对我很好，可是我很害怕。我觉得说，难道我这辈子就要跟他在一起了吗？我就只觉得说，我的人生不会只有你一个男人。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如果有事来喝杯酒吧。欢迎来到人生小酒馆，这是一个有感触人事物故事的一个单元。我是人生好伴，我是小欧。大家好，我是 King。嗨，大家好，我是 Giovanna。你去了香港工作10年嘛？那为什么会想要回来台湾呢？这很重要。陈水扁选举那年，因为我妈那时候还在八大，然后因为那时候好像会扫八大整个团结起来，有一个票仓在海外嘛，就是香港。我妈就威胁说：“你给我回来投票！”然后我那时候我也不懂政治，我妈说我就回来了，所以我就回来投票。本来只是想要投完票就，那时候香港有男朋友，那时候那一任的男朋友是斯里兰卡人，一个很不错的男的，可是也是很乖很听话，所以我就想说，由此来又来，完蛋，我是我爸了。所以那时候台湾的那一任已经分掉了吗？早就掰掉多少年前呢？所以我妈叫我回来投票的时候，我美其名投票，投完票我就待了1-2个月，死不回香港。想当然又在那边认识新的男生，这才是重点吧。然后呢，又不用工作。Anyway， 就是因为那样子，我又认识新的男生，我会这么多情，但是我不会滥情，所以我觉得认识一个我就要跟上一个切掉。所以我决定要跟台湾那个定下来，投票的那个定下来之后呢，我就去香港去处理掉我所有的事物，我就飞回去跟我那时候香港的那个斯里兰卡男朋友分手，然后结束到香港一切，我决定要回来台湾定居了。这就是我人生新的一页的开始。然后回来投票之后呢，我以为认识到这个男生很好，殊不知又是掉入另外一个地狱的陷阱。所以这个男生很快我就是带过了，他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象，跟他在一起就常吵架，以泪洗面。后来终于清醒要分手之后呢，就遇到我的前夫，就是我人生新的一页的开始，就踏入婚姻了，就完全洗牌了。然后如果没有这段婚姻，我今天不会坐在这边跟你们录 podcast。要进 party 了，可能现在不知道在哪个国家了。对，我不知道吧，反正就是一个很棒的开始就对了。我虽然离婚了，但是这一段婚姻是很棒的婚姻，不是说它是一个完美的公主王子的婚姻，而是如果我的人生没有翻到这一页的话，我今天不会这样笑看我所有的一切。那个是我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捩点。那当然我现在当下的时候我是很不开心很不快乐，但是它是我生命非常重要的一章，所以连带着我也感谢到前一个投票那个男朋友，他没有那么渣的话，我不会认识我的前夫。那你可以聊一下，就是你在这一段婚姻的过程当中，跳稍微有点快了一点，就等于说已经跳到快点，因为一集讲不了多少。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因为你刚刚有聊到离婚嘛，对不对？那我们还讲到日本人。其实我前夫是有名人啦，真的是名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在演一些小配角啊，或者是一些灵演那一类喜剧演员呢。他是一个很棒的人。然后我们因为朋友的介绍，所以我们就认识。然后很快的，我们3个月以内就所有东西都砍就，就是谈恋爱啊，然后怀孕啊，然后就很快就是3个月搞完所有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同居。那边开始的故事，小欧全部都知道啦。屁啊！他那时候根本不是这样，好不好？他那时候跟我讲说，我跟你讲，我要么就跟他结婚，要么我就跟他分手。对，大概就这样。然后因为你知道怀孕的妇女就是非常的情绪，反正我们女人所有的事情都要怪荷尔蒙就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不到3个月，我就吵着说我要把小孩打掉。日本人就当受不了这么抓马女人，你也知道日本女人不是都是很乖嘛，这边又是不知道什么香港女人什么混什么的，反正我就是很刚烈，然后又混台湾文化，反正就整个不受控就对。所以我前夫就是吓死，可是后来他就
就是觉得说不管怎么样，小孩要先生下来，他先这样安抚我。他说生下来之后要干嘛，要离婚什么都好。我就是这样好像被你妈引导这样子，我就好，那我先生下来再说。反正就是一步一步骗这样子，拉拔到现在小孩也16岁了。他小孩几岁？我觉得他多久？对，真的就是这样。中间很多故事不讲，就是一开始我也对日本文化很崇尚，反正我觉得亚洲就是会对日本一个标杆，就是你会憧憬各种憧憬，对各种憧憬，不管是教育或者是文化或政府什么，你就是觉得他们食物、电器呀最棒最棒，对，所以你会觉得日本男人最棒。那的确我前夫也真的很棒，就鸡鸡也很大。这要帮我上字幕，要上字幕，我要帮我前夫做一个好的一个宣传，因为他现在还是单身，各方面都很好，然后他脾气也很好，中文也非常流利，所以其实我跟他在一起，我们都是讲中文，我不用什么像真的嫁进日本媳妇，然后要什么，所以导致我2个小孩现在日文很烂，就是我们就是全国语的家庭这样，婚姻就是看起来很顺遂，然后表面上看起来我个性很强，很刚强，所以好像外面感觉起来好像也是我的前夫就是一面倒的听我的话，就是感觉很像很棒。可是问题是我刚刚讲的都没错，可是他的事业心很重，他的玩心也很重，所以他结婚之后他所有的重心都是在外面的，他经营他的工作，他的人脉，他的交友圈，其实跟真正在日本的上班族没有两样，就是几乎都不在家里，回家就是睡觉，所以永远他起床然后梳洗一番，他就是离开家，所以一整天24小时里面他都是不在家的，所以导致其实这些小欧也看到，我常跟小欧他们那一票人一起玩，我很感谢他的原因是因为我2个小孩，我生了我儿子之后我又有女儿，我好像就是单亲妈妈，然后小欧他们这一票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都会帮我一起带小孩，因为我每次有局我就是带2个人出来，然后我就把小孩丢给这一大群人他们就是对他们就是他们轮流帮我照顾，因为我真的太累了，我真的有很长的时间好几年都是跟他们玩在一起，然后我2个小孩对这群叔叔阿姨也非常非常的信任，然后也是很熟，然后每次我出门我就说我们现在要跟小叔他们玩啊，然后我2个小孩就会很开心。可是小欧也是我前夫的朋友，其实如果你看我的脸书或看我们的社群，你会发现说我们重叠的朋友太多了，然后一开始都是我前夫介绍说这是我的朋友，可是后来他的朋友都变成我的朋友，因为他没有时间在经营朋友的关系，朋友圈，对，后来到最后面玩太熟，我都会逼问大家说你谁朋友，你谁朋友，我就要大家表态说你是选边站，对，选边站，我是蓝的还是绿的，对不对？对，我都会逼他们，然后如果他们讲错，我就会生气，这样，因为我花很多时间在经营，那我不是只是利用他们，就是真的是真心在交流，大家真的在一起很开心。那我本来也是个玩咖，那讲到就是说我个性这么 social 的人，可是我躲在婚姻后面10年以上，那个时候我没有任何的工作，所以我为什么说女人一定要有工作要有收入？但那段时间好说他主外我主内，可是我其实是一个很需要朋友，很需要我自己圈子，我要有一个我自己的王国的人，可是我的王国说的太小了，变得只有我跟我2个小孩，就我们3个人是一个王国。这对我来讲，就是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我一定要把我的小孩带好。可是我却失去了我外面的圈子，我的王国，我没有朋友，我家庭没有温暖，我就是朋友对我来讲很重要。其实这有时候也是一个人生的课题，就是在不同的阶段，你必须面临不同的抉择。我常讲嘛，你有舍有得，可能就像你的前夫一样，他可能在工作跟家庭，工作还是比较重要。其实这也是我一直在探讨，以往的女生好像就是嫁了之后，好像就得为这个家庭付出，或者是任劳任怨，你得牺牲掉你的一切。在现在来看，这样好像其实也不是非常人道的一件事情。没有，这又讲回我们刚刚原生家庭的事情。这是为什么我这么外向人，我这么以朋友为天，到现在我还是跟我身边朋友讲说，我不是被父母养大，我是被朋友养大。因为我所有吃喝拉撒，所以我心里所有事情我都是跟朋友讲，即便到现在这一刻也是，因为我知道我的原生家庭的缺陷，我自己有了小孩之后，就算我跟我的前夫我们的关系没有到很紧密，可是我觉得在小孩这一块我一定要很紧密，我会愿意说带着我的小孩一起出去玩，那也是因为他们那么小，也不能把他们丢在家里面，我让他认识我的朋友圈，我让他知道说朋友多重要，然后我让他看到妈妈怎么对待朋友，可是我也不希望说让我小孩觉得孤单，所以我对小孩的方式也是像朋友的方式，我把2个小孩也是当朋友，我觉得说到了这10几年来，我觉得我做得很成功。那我蛮好奇的就是为什么后来就会离婚了？因为我们之间一直没有性生活。
我跟你讲，我不知道镜头的观众觉得我怎么样，但是他们常问我说你怎么保持年轻的？那我年纪真的很大，我常就开玩笑说，第一喝酒，第二就是要干炮，我就是说做法一定要干炮，然后不停的干炮，这两样事情会让你维持年轻，永葆青春，永葆青春，对，青春永驻，还有要多交朋友，因为朋友会打开你的眼界，完全不能卡，完全不能剪，不能剪这一段一定要上秀。不是做爱哦，我一定要说要干炮。我真的现在讲这件事，昨天就有人问我，他说你怎么样姐，你怎样可以永葆年轻？我真的是说要喝酒跟干炮。这太猛了，超猛！拍手感觉是很屌，是很讲去他的爸，然后他以前他的爸有很夸张，是他以前狂妄到就说你是谁的朋友，我不认识你，出去。没有，现在也是这样，一直都是维持都是这样。你知道多屌？大家一直问我是不是会员制，我没有会对，有员，类似会员制，就是你一定要有人推荐。没有，我是朋友制，你是我朋友，你才能进来。哇，超酷的，是不是很酷？超酷的。反正就是啊，那朋友的定义是什么？只要是认识我了，你可以讲出我的名字，我也叫出名字，我知道是 King， 然后小欧，然后你们也知道我叫 Giovanna。进来第一句话我就会说你是谁，你只要讲得出来这两个答案，你就可以进来喝酒。你讲不出来就是没有，非常酷。可我比较好奇，那为什么没有性生活？好了，我现在非常重要，就是我现在呼吁宣导，我要看着镜头讲，千万不要嫁给或娶日本人，连交往也不要。你们可以就是纯粹就是性爱关系，但是就是不要交往，因为日本人我们刚刚讲到，日本人就是非常的有礼貌，然后也会内缩，你完全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他喜怒哀乐你不会知道，他可能你得罪他都会讲一下而已，但是他真正的话他摆在内心，你就是永远跟一个陌生人，所有事情 too much 就是不行。我嫁给日本人这么久，就是我其实真的不知道我前夫在想什么，我永远就是最激烈表达的那一个。那当然我是金牛座，金牛座也会有不讲话或是闷吞声的也有。我曾经讲过一个全部日本人都是处女座，日本人没有别的星座，全部日本人都是处女座，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对所有事情非常的挑剔，然后他们又非常的内缩，内缩到甚至他自己也不跟自己对话，因为他会自己骗自己。包括我的前夫也是，遇到任何的困难的事情，他们就是说不要多想了，我不要想了，我们就做就对了。他不愿意面对他真实的自己，面子最重要，他永远就是想要维持大和平，婚姻不能这样。是我发难说要离婚，他说为什么？我就说因为你都不干我，这要上字幕，要上字幕干我。对，就是我们没有性生活。那你就问说，那他的性生活怎么解决？那我觉得是不是觉得他就是去外面买春？你可以问他本人，他应该也会承认，因为他就会。等一下，他不承认，我也会逼他承认了。我现在声明，我跟我前夫现在我们是非常好的关系。前夫也跟外面人讲，我们是永远一辈子的家人，一辈子的朋友。朋友不会相干吧？不是炮友那种，永远会是一辈子家人。然后我小孩也是知道，然后我们现在全家还是住在一起，就从离婚到现在没有变过。然后所有事情都是维持了跟婚前一模一样的事情。可是小孩知道我们已经离婚，离婚之后我们的感情变更好。很多外人都会说，那你们还会有性行为啊？我说靠腰，我们就是没有性行为才离婚的。然后你现在问我们会不会有性行为？为什么蠢话？所以怎么着？很多人真的问这个蠢话。我们结婚之后，我们就是分房睡了，因为我是亲喂小孩的哺乳，然后我怕吵到前夫，我是一个很尽责的一个妈妈，所以我们就是分房睡。所以怎么可能婚前没有性行为，婚后有性行为？有些人是会这样，会觉得别的女人比较香，没有还好，因为他已经看过，所以他不会觉得比较香。所以我们现在演变就是我们是一个很健康的关系。可是前一阵子我的前夫就问我说，离婚真的不能住一起吗？因为他可能遇到有人质问他说，为什么你离婚了你还要跟前妻住一起？可能他们不懂，因为我们其实为了小孩的福祉，我说过我不是一个很开心的家庭长大的小孩，那我很希望就是说我的小孩能够，即便是父母离异了，跟他们没关系嘛。我在我小孩很小的时候，我已经尽量用他们能懂的语言，我跟他们解释说，父母不相爱了，可是爸爸妈妈永远爱你，而且会更爱你，然后他们都听得懂。而且这件事情我不停的附送，他也发现说我跟前夫之间相处更和谐，然后我们更快乐，更没有包袱。因为反而我觉得我的前夫自从离婚之后，他日本人的那个面貌有更卸下，因为他可以坦然面对说我们婚姻失败了，但是我们现在转变关系变成家人，这其实对我前夫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我以为他是坦然去外面买春这件事。也有，因为我现在很聪
聪明，我现在只要他没有回家睡，我就知道他去买春。他不太可能外宿的，因为我前夫跟我一样是金牛座的，就是我们就是有一个行为模式，就是说我知道他是24小时怎么样的一个模式，你只要没有回来，铁定是有鬼。但是小孩就问他说：“爸爸，你昨天怎么没有回家睡嘞？”这样子的，然后他就会说：“哦，因为我很醉，我在店里什么屁放屁。”你一定是买春，然后睡在外面的房间里面。反正我讲他爸一些什么好笑的事情，我都会用幽默诙谐的方式来讲，然后他们两个其实也很懂了，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家碍于就是日本人比较爱面子，所以他想要维护一下他的面子，这样。其实这也是我常常在思考的，到底婚姻是一个什么东西？婚姻真的不要有，所以你们俩还在婚状态。目前是。好了，那我就不便说明什么，欢迎加入离婚群组。我常说嘛，我比较是你有去 Google 婚姻的创始是什么吗？因为比如说我身旁其实有很多离婚的朋友，然后甚至是有很多前辈已经离过婚了，其实蛮常在跟我们聊这种话题是，到底婚姻是谁发明？婚姻的发明是为了钱的关系，因为他们是为了继承财产权益，然后才发明这个婚姻制度。你去 Google 真的，它是就是一个农庄，一个财产的分配，然后一个地主的才去发明这样的关系，所以一切东西都是为了钱，所以这个是世纪最大的骗局以及世纪最烂的发明。我常常这样讲，你还是要面临到你死后一堆财产的分配。反正我觉得怎样都是跟钱离不开挂钩了，除非你比较强，就好像你说你走了，你就把店送给我觉得有可能会实现在你身上。越不在乎钱的人，是越不会被婚姻制度给管束。人类本来就不是一对一的动物，你看人类以外的所有的动物是生物，哪有结婚这件事情？他们就是想干就干。我跟你讲，生物就是为了繁衍制度、后代，所以才会他们不停的相干嘛。人类假装很崇尚。我问你啦，你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 ？King， 比如卤肉饭、维力炸酱面。那你嘞？然后你最喜欢的食物是汉堡。那如果你可以吃维力炸酱面连续吃1年，会吐，不准吃别人说对你也是汉堡。以人都是这样。如果你不能对你爱的食物从一而终一直吃它的话，你会干一个男人或干一个女人从一而终几十年吗？这真的是违反生物的本性如果是基于生物物种这样的话，婚姻真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发明，世纪最残忍的发明。因为毕竟我也结婚10多年了嘛，我其实觉得在这个恋爱的关系里面呢，传统的妇女其实比较吃亏的，他们其实会在这过程中会因为可能跟你相处不错，他一心一直对着你，然后也越来越爱你，他对你的期待也越来越多。就像你刚刚讲，你对一个人，你跟他相处10年，你原本所谓的这种好奇心其实是会递减的，所以就变得说你要怎么样开启对方的好奇心，让对方对你产生欲望，就是你要不停的变。一来你要发现自己没有发现自己的那一点，以及当你自己 surprise 到你自己的时候，你能不 surprise 到你身旁的人吗？其实我认为我还算是蛮乖的，我会尽可能满足到他的需求，在一个最低限度的那个情况下去满足这一件事情。就像你跟你前夫的关系，就是说我自己认为什么是婚姻，就是如果说你认为你这一生当中有一个人，你觉得你会跟他走一辈子，你想要跟他相处一辈子，我为什么会选择他？为什么会跟他在一起？一定有跟大家说过我是怎么求婚的。你知道我给他一个那个 to do list 的50点，就跟他说你认为这一点符不符合划掉，认为这一点符不符合划掉。我是用面试的那个状态来看待我的。我操，你超 HR 的啊！我操，对，他就用人事，妈的，他真的你不符合人性。我超理性到极致，就是说我是客观的分析过，我认为这一段关系在一起之后到结婚这一刻，我会获得我要的生活。这个生活是我要，我很清楚。你这辈子要我再找到另外一个这样的生活，我认为不太可能。但是这个是我要的，我过得很快乐。我觉得你真的很过快乐，因为如果我是你老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支持你中年转业或突然变成 YouTuber， 我真的会杀了你。没有，重点是他支持我就会说拍他肩膀说好啊好啊，你做，然后在你睡觉的时候拿刀捅死你。重点是他要我做的，你知道吗？一开始是他的契机点，他就说你太废了。拜托，他换一个工作的时候，我还记得他死都不肯离开这个工作，可是他会把他心里没办法做的事情，他寄望到你身上，所以变成说你想要换工作转职什么，他一定都超级支持你。可是因为他本人没办法做到，他要下定决心，立定再立定，才能转变。我觉得我们两个个性某种程度很像。
就是但你们某种程度也很互补，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有点soul mate，就是说我们很支持彼此要做的东西。然后后来就鼓励他离职嘛，我就说你就离职，我就养你啊，反正就是你去外面玩嘛，玩个半年，然后做你想做的事情，做你去想做的事情。而且我们两个算是非常尊重彼此，比如说他一个人去德国玩，他一个人出国玩，我都鼓励他做这些事情。我相信大多数的情侣是不允许的，做不到的，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没有信任感。至少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非常坚信，很难会有人会取代我们那个心动那个地位。我开始婚姻婚变之前，我就一直在做这个田野调查，因为我当调酒师，刚刚没讲完，就是我开始婚变的时候是我40岁的时候，那一年我看了一部日剧，日剧真的教坏人。那日剧就是什么57，就是我忘记名字叫什么，反正意思就是说下午的太太就对了，意思就是说太太早上把老公送上班了，然后把小孩送上学，然后老婆就是超市买菜之后就开始约男人那个干一些不得体的事情，然后呢下午小孩接放学之后呢，然后就煮饭，然后老公就下班，就是说这段时间他 free time 的时候他要干嘛就是他的事，不管这是不是虚构，我觉得这绝对是真实的事情。然后我就受到这个日剧的启发，所以我才展开我新的人生的。我也觉得老娘中间时间老娘就是要去干炮。田野调查就是说，除了我自己身体力行之外，我只要上班我就开始问大家，然后我只要遇到人我就说你是单身还是你是已婚，然后我就第一句话我就问说那你们还有做爱吗？我觉得我的认知是亚洲人只要是在一起长久的关系之后，你们就是会没有性生活。我一问之下超多2-3年之后就再也没有做爱，然后我就说那你们多久没做爱，然后他就会说什么月做啊，或者是什么季做，或者是什么中秋节做，真的很多很多很多，真的很多很多。那我跟我前夫是连3年都不做一次的。我本来以为我是个案，如果我不做这个田野调查，我不知道原来我只是所有海选里面的其中一人。我发现太多人跟我一模一样的，有些人就是交往7-8年、5-6年就再也没有性爱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们华人，我还没有办法做到那个西方的例子。那华人的世界里面，我觉得其实这个其实是很普遍性的。我就想要探讨说，为什么大家后来长久之后的性爱关系变得零了之后，我想要探讨这个事情。那我们回到刚刚讲的是说，其实某种程度其实被爸爸、被妈妈影响你的个性蛮深的。那你有因为这样子而去影响你的小朋友吗？或者是把这样的个性传承给他们，或者是让他们也继承这样的个性？因为刚刚有讲到说，华人的父母是比较是权威性的，所以我尽量是希望可以做到民主派。刚开始我为人父母的时候，我其实不懂，我其实还是对我的小孩是很一味性的逼压，当他们是幼儿的时候。可是后来我有被矫正，有人告诉我说这样是不对，所以后来我就采取就是比较民主性。其实小欧他们也有看过我说打小孩啊，就是或很凶的时候。可是后来我修正了，我觉得说小孩还是要用西方比较民主的方式去教育他，你把他当做一个人，重点来了，不要把小孩当做你的所有物，即便是宠物也不是你的所有物，你的男女朋友也不是你的所有物，他只是你身边一个陪伴，你要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你要尊重他们，即便是他们的心智还没开化到可以跟你好好的对谈，但是你还是要尊重他是一个个体，你要问他的意愿，然后你要问他的想法，像你妈妈这样子引导你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我觉得是在身边做一个陪伴，而不是一个主导跟控制你。因为我们华人的父母就是会控制，甚至男女朋友，然后很多的关系，或者是主仆的关系，或者是老板跟下属关系，他就是要控制你，因为他不控制你，他觉得他就会失去一切。大家都喜欢掌控的感觉。对，你一定要开放的谈，然后你要尊重他是一个个体，不要是因为他年纪小、精力小，然后你就忽视他的声音。我现在跟我的小孩是这样子的，即便是我知道说他现在国中生，然后他有一些迷惘，一些交友的迷惘，你还是要很假装的聆听他说这样子即便是你已经走过，你是前夫的口吻吧？对对。就是你已经走过，可是我们会忘记啊，你会记得你青少年的所有的事情吗？你一定不记得。那但是你被一些东西触动的时候，一些诱发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来说，干，原来我以前这么幼稚，就是你会带回你回到那个时候，但你还是要尊重他们。我觉得真的是要尊重了。就我们太容易用我们的经验，是好像想去告诉后辈，你不应该这样子，老子都走过了，你为什么还要再重蹈覆辙一次？可是我觉得人生其实最有趣的就是走
走那么一遭，然后即便跌到满身伤，即便你跌到满身痛，你还是得走这一遭。每个人不同的个性、不同的反应，会故事会稍微出入不同。你怎么可能一模一样的故事重演？不可能。因为我记得他讲过一句话，他就说人生其实最后就是个陪伴，我们只能陪伴你到我生命的结束那一刻，或者是你生命结束的那一刻，有可能就是一个酒局的陪伴，或者是我常讲的，就是你这辈子不需要为谁交代，其实最后还是你自己，还是要陪伴你自己到最后那一刻。今天所做的东西，你只要对得起你自己，我想这样子选择，甚至是我尊重我自己这样子的选择。我真的觉得我想要 toast 这一句真的很棒，真的蛮认同的就是对得起自己了。没有，因为我们其实我跟 King 某种程度我们都还蛮过着自己的生活，我感觉到，所以你们才会这样凑成一组。其实某种程度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婚姻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另外一半其实都给我们蛮大的自由跟空间，然后也鼓励我们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在这一段过程当中会获得一些领悟，你会不断的做尝试，因为这个尝试不帮自己找借口，不断的去面对，不断的去做新的选择。那你最后真的会有个感触，就是比如说你就看到前面人被跌倒，你就觉得好像应该要提醒他，前面有洞，你要跌倒了。然后最后你换来的是什么？被他骂，他觉得你好鸡掰哦，你就让他跌啊，你为什么要管我？让他跌再去救他，他才会感谢。对啊，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之前有一个香港的朋友，就是我一个尊敬的一个前辈，曾经他那时候生完小孩的时候，那时候看他在管小孩的时候，其实让我体悟蛮多东西的。我曾经亲眼目睹，就是汤上来了，然后看小朋友爬上桌了嘛，他就说：“不能摸，这个很烫什么的。”结果呢，我那个香港的那个前辈是直接把他手抓去触碰一下那个锅子，烫一下哇哇叫。我心里想：我操，他妈你怎么这么猛啊？他跟我讲说讲没有用，倒不如你就先让他手去摸一次。没有，我觉得他就没有，这太坏了。我觉得太坏，我也看过有这样的父母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如果那个想要去摸了，你不要停止让他去摸，你再告诉他很烫，秀他。可是如果你抓他手去摸，这其实是小孩会留下阴影，你知道吗？其实是不应该阴影的方法教育他的小孩，好痛。我问你个问题哦，就是我说看到前面有个按钮，上面写说这个按钮不能按，你会什么反应？我其实还是不会按。我的答案其实没有一定，看我当天的心情。其实没有啊，当下有没有喝醉？我们今天聊到现在，其实你人生哪一刻你在想什么，你自己都不知道。就像小鹅刚刚问我，我刚刚问他说，我来录音，我可不可以带酒？他说可以啊，我去买。然后我就说不要，我要自己去买。他说没有，我来买就好。我说我不知道我当下我要喝什么。其实认真说，我们如果以生命周期来讲，脚都踏进棺材了一半了。对，其实这一辈子让我最有体悟，我不同意。其实这辈子让我最有体悟的东西，就是你现在的觉得，跟明天的觉得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来的。比如我们刚刚讲的婚姻，比如刚刚你讲的事业，你可能明天早上起床，你突然想要离婚。确实有些人可能他就适合结婚，然后确实有些人他就确实不适合结婚。可是你说不适合结婚的，有没有一天他真的又适合结婚了呢？有啦，这没有一定啊，这个我同意啊，我同意。我还是觉得，但我还是要重申，婚姻是不好的发明。我所谓就是适合，你可以说他适不适合永远住在一起，就是我们适不适合永远陪伴彼此，很好，这个说法我喜欢。而不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证书去绑住我们两个，对，或者是一些条款，然后约束我们两个法规，对。像现在我跟我的前夫其实已经离婚了，但是外人看起来，我跟你讲，街坊邻里我们那一栋绝对没有人知道我们离婚，因为他每天还是看到你同进同出啊，或者是你对小孩都在这边，没有人知道。总结其实谁说分手不能当朋友，离婚不能当朋友？对，我们就是我们现在是另外关系，我们都还是住在一起，但我们的关系改变了，法律上的关系改变了，可是我们生活的模式一模一样。我们有一集来宾其实讲过一句话，让我非常深刻，就是其实这一关你只要过了，我们就会是这一辈子最好陪伴的彼此。因为我前夫讲过一句话，我跟你这辈子除了婚姻关系，我不会想要让你当我的同事或朋友或什么的，你只能做我老婆。可是我现在超越了，我不是他老婆，我是他家人，我也是他合伙关系，这个是我提出来的。我说为什么我跟你是合伙关系？我们俩的 project 就是我们两个小孩，我们这个公司会永续经营，你知道只要我们两个小孩没有死，他永远就是我们这个公司的经营。他们是在刚在一起没多久，他们那个时候在吵的什么？要么就结婚，要么就分手，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两个不适合是朋友。对，我想，我操，你们两个在跟我攻杀小，这个对，这逻辑到底是什么？真的。但是你看他们现在的逻辑跟当年在讲的逻辑一模一样，其实差不多。其实我当开始我还是
是他老婆的时候，我听到他说你这种人我不想当朋友，我也不想当员工，那个时候我听的是会生气，我走心的。后来我觉得说现在我定位到了，我觉得我跟他就是永远的家人，因为家人也有紧密跟不紧密的，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关系永远在。为什么我跟你是家人？因为我们两个共同生了小孩，我跟你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产品，所以只要这个两个产品永续经营的时候，我跟你永远就是有关系。我常常讲说，另外一半其实为什么最后会变成家人？你不是每天想看到他的，所以没有性生活也是合理的，不代表你不代表你不在意他。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剪进去啦。我觉得可以，为什么？因为我其实像我老婆，她非常享受一个人生活。我觉得就是说，每个人在每个人的现实中找出路啦。对，没有错。但其实我一直你的蚂蚁理论在条洞堵住了。干我。没有，我要找别条路出去。respect，不是，我觉得你真的，你今天讲在 respect， 真的。蚂蚁人绝对行得通。我觉得 ending 前我想要探讨一个话题。正确来说，这个话题是两个层面，一个是多数的人都会把爸妈对我们的管教想要传承给下一代，但不自觉的我们就变成爸妈，我们就变成我们爸妈那个时候对我们的样子。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像我老婆她爸妈其实是一个管教非常严格，她会觉得什么事情不愉快到这边结束就好了，不想要再把这样的不愉快传承给下去。我是一开始就非常理性在，这个我知道，这个我有听到。一开始我就非常理性在挑选这个对象，也是非常理性的决定踏入婚姻的这一刻。那我必须要说，我真他妈会面试人，干这个婚姻真的还蛮快乐的。很大的感触是，我们都为了彼此朝好的方向前进，就是我们会看到对方的一些优点，然后改变自己。他的个性是比较像刚刚讲比较不爱去 fight， 但他看到我就是个完全跟他颠倒相反的一个例子，所以他在工作当中受到一些挫折，那他也因为我的一些鼓励跟也许是刺激吧，所以他也慢慢的从未来的新的工作当中去做这些尝试。他觉得这些尝试反而让他自己原本心动的那一块的所谓的心墙也好，或者面具也好，把它卸下，所以他会一直常对身边的朋友说，我是他这辈子改变最大的一个恩人。但我觉得相反也是，就是我觉得我在他身上获得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帮助叫做包容。第二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大多数人在婚姻上面是压抑着，你其实在逃避的是自己。因为你认为，如果说你放弃了，就好像我之前做的所有的一切都很蠢。我觉得大家都是为了面子在活了。真的是这样。我们做很多抉择，以及很多行为跟讲话，都是为了面子。那你因为维护自己面子，所以你就会不忠于自己，你要讲反话或者是说包装什么的。我觉得全世界如果把面子放下来，就不会有什么战争啊。其实可以活得很自在，很自在。因为每个人在维护自己面子，国家维护国家面子，然后公司维护公司的面子，然后个人维护个人的面子。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愿意放下最真实的事情，不管你以什么方式，你是以自嘲的方式，或是你开玩笑，或是你很严肃方都好，你能不能真实面对自己，然后不要骗自己，然后不要骗身边所有人。其实人生其实活到最后面，怎么卸下面具是一个很大的功课。不要做诈骗，大家不要做诈骗，真的。你发现你讲实话的那一刻，其实你是最轻松的。对，可是问题是，现在这个社会是你讲实话了，大家以为你在圆什么的，现实最惨的是这个事情。好，那我就来做个总结咯。总结就是我们刚刚聊的非常多啦，从比如说家庭，从婚姻，或者是爸妈的管教，或者是一些很多人生的道理或人生的故事。那其实我们还蛮鼓励大家可以活出自己的人生，找出属于你自己的故事，这没有什么对跟错，因为你最终就是面对你自己就好。那如果说你有任何感触或者有感想的话，麻烦你留言让我们知道你的故事，或者是你有想要写东西想要找人倾诉的话，可以去 IG 私讯我们。好了 ，Fuck Life， 看我们面对人生抉择是勇气啦，那就下期见，拜拜。